安承熙曾经十分担心叶晨成长过程中人格、性格以及三观的塑造。她作为母亲，自然希望能够一直给叶晨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环境、最好的引导。但实际情况是，她只能默默看着叶晨在福利院与其他孩子一起艰苦长大，只能默默看着叶晨高中毕业就主动辍学，前往工地打工，却不能插手进行任何干涉。曾几何时，她也担心叶晨在那种环境下，三观会不会发生扭曲，会不会过于市侩、过于市井。但好在叶晨在幼年的豪门少爷与后来的穷苦孤儿身份之间，为自己的三观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中间点，这让他不但保持了一个正常的三观与应有的正义感，同时也让他规避掉了他父亲那种过度苛刻自我的道德标准。换句话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弥补了叶长英的性格短板。就如叶家家主之位，正常的家主继承流程理应等老爷子叶忠全自己决定退休之后，由叶忠全亲自点名由谁继承，其他儿女若有异议，就必须想办法让老爷子改变心意，心思更狠的或许还会先想办法除掉原本的继承人，然后自己再上位。今日的富豪家族如此，古代的王侯将相也是一样，但是叶晨却不跟叶家人来这一套。他不但没有走传统的流程，甚至连扶自己上位的时候都没有跟叶家人打个招呼，他只是当着叶家人的面轻描淡写地告诉万破军，自己刚刚接手叶家大小事务，刚好缺少人手，万破军既然想归顺自己，那便要向自己效忠。一句话不但收服了整个万隆店，更是直接告诉所有人自己已经是叶家家主，完全不给叶家人任何反应和考虑的机会，甚至都懒得亲口对他们说出自己的决定，而是直接说结果给第三方，让他们在一旁听着就好。可恰恰是如此不守规矩、不讲尊卑的强硬方式，让叶晨完全没有任何阻拦的就直接坐上了叶家家主的位置。叶忠全再不舍那个位置，也只能乖乖起身退位让贤。当安承熙从唐四海那里听闻这件事的时候，他激动的一晚上都没有睡着。叶家的那点资产，安承熙从未看在眼里，但叶家家主的位置却是他心中的一个心结。当年谁都知道自己的丈夫最适合这个位置，可叶家上上下下无一不在装傻充愣，以至于丈夫直到去世也没能真正成为要叶家的领头羊。这件事安承熙一直为自己的丈夫鸣不平，而她的这个心结时隔20年后最终被叶晨轻而易举地打开，这让安承熙无比欣慰，同时也让他对叶晨的未来更加期待。与此同时，叶家老宅，叶晨陪老爷子吃过饭后，便有些迫不及待地对老爷子和唐四海说道：“爷爷，唐管家，你们先吃，我去爸妈的房间看一看。”唐四海恭敬地问：“少爷，需要属下陪着您吗？”“不必了。”叶晨摆摆手道：“我和小婉一起去，你们不用管我们了。”林婉儿也站起身来，礼貌地说道：“叶爷爷，唐管家，你们先吃。”说罢，他便跟着叶晨离开餐厅，前往叶晨父母当年居住的那个院落。由于这套四合院体量庞大，当初叶晨的父母在这里拥有4间相连的房间，除了一个正厅、1间卧室之外，还有一个书房，以及叶晨自己的房间。通俗些说，就是一套3室1厅的3居室。叶晨在这里生活数年，对这里的整体布局还算轻车熟路，再加上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所以也就更加便于区分。来到正厅，里面的家具陈设还和父母当年带自己离开时一般无二。叶晨脑海中瞬间浮现出年幼时
与父母在这里一起生活的画面，顿时百感交集。随后，他带着林婉儿走马观花地先将这几间房过了一遍。正厅、卧室，除了家具之外，还有一些准备好的被褥枕头，不过明显能看得出是新换的。如此一来，正厅和卧室也就失去了寻找线索的价值。于是叶晨便把精力集中到了书房。这间四合院厢房改造的书房面积并不算非常大，差不多有将近30个平米。不过这其中却做了整整3面墙的书架，收藏了大量的书籍。即便是20年后，书房的书架上还有不少叶长英与安承熙当年留下的书籍，这些都是当初叶长英夫妻2人不便戴离眼镜的心头之好。叶晨大概看了看，发现这里面的藏书虽然非常多，但大致只有3个分类，其中一个分类是金融与管理，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一些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以及金融从业者撰写的相关心得，而另一个分类则是历史与人物传记，第3个分类是易经与八卦。叶晨小的时候并不太懂，所以每次来父母的书房找书，他眼睛也只盯着那些有趣的历史书，其他的书基本一概不看。而他也是今天才后知后觉，原来父母很早之前就开始研究易经八卦了。林婉儿也将这些藏书大概的看了一遍，随后便对叶晨感慨道：“公子，你的父母几乎收集了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关于易经八卦的书籍，有几本甚至是几百年前的绝版。看来他们对易经八卦、风水秘术都有非常深的涉猎与研究。”叶晨有些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此时他的脑海中想到的就是该如何快速将这些书整个过一遍。于是他便在书架上仔细寻找，想看看这些藏书里面有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但奈何藏书太多，就算是走马观花的看，一时半会也不可能全部看完。他一边翻着书，一边对林婉儿说道：“这么多书，看来至少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梳理完毕。”林婉儿微微一笑，道：“不管用几天，慢慢梳理便是了。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奴家就一直陪公子在这里收。”叶晨道：“那就先看看这批易经八卦的书吧，我父母都接触过修道，想来易经八卦的书籍里面应该会有他们留下的笔记。”林婉儿点点头，问他：“公子，奴家也想替公子分忧，只是不知道公子是否愿意奴家帮忙。”叶晨道：“林小姐既然没别的事，就一起帮我翻翻找找吧。如果看到什么感觉比较可疑的，就第一时间告诉我。”没问题。林婉儿开心又爽快地答应下来，随后便从书架上取了一本书，在自己的手上仔细翻了翻页面，以此快速寻找有可能夹在书里的东西以及留在书上的笔记。不过连续看了许多本书，两人都没找到可以能让自己眼前一亮的东西。就在叶晨不知道该从何着手的时候，林婉儿忽然从书架中取出一本与书差不多大小的黑色事物，随后她翻开看了几眼，惊喜地说道：“公子，这里有一本相册。另外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欢迎观看订阅。”